以现代的技术，以现代的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最好的瓷器厂啊，包括他们现在火全部都是煤气窑或者电窑啊，以现在这么进步的技术烧出来，也就是这个档次。我认为我讲的不会太夸张，所以这个东西是已经是非常极致的一个努力了。大家好，我们这一集接续康熙盛世的题材，因为呈现5件瓷器，一个素三彩，1件康熙五彩，2件珐琅彩。康熙的珐琅彩是外面是比较少，因为那时候珐琅彩刚刚在他手上创烧。那么蔡先生这边今天呈现两件，那么最后一件是一个斗彩鸡缸杯，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非常漂亮，非常可观。好，大家慢慢欣赏。这件素三彩啊，不稀奇啦，因为我们看到的康熙的三彩太多了，是吧？不稀奇。但是这一件呢，做工依我看法是这个工是非常细，尤其它这个彩啊，你在侧光稍微一照都看出鼓励光，简单一句叫鼓励光的云彩七彩光，这整件都好像宝石一样的，你可以用这样的夸张的形容，整件器表啊，就像宝石器表。那么一样的素三彩，但这件是明显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产品。之前上次也讲过，这素三彩，所谓素三彩就是它不是只有三彩，不管是5彩5种颜彩还是6种彩还是7种彩，它只要是没有红色的，我们都统称为素三彩。因为这种素三彩他们是从明朝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祭祀用的祭器，皇家祭祀用的。那这一件稀奇在哪里呢？不是刚才是要讲的这种什么蛤蜊光啊什么，这就不是蛤蜊光了。真的蛤蜊光是在呈现在白釉上面的这种像蛤蜊的那种5彩的颜色，那叫做蛤蜊光，在白色呈现出。对，那只要你看白色上面呈现出有这种蛤蜊光的话 ，OK， 这一件一定是老的，一定是老的。那种蛤蜊光呈现在哪种朝代呢？明朝末年一直到康熙这段时间有，乾隆有没有？很少。雍正已经开始很少，乾隆几乎是很极品的，就是非常少的哈。只要你看到蛤蜊光，那是仿不出来的。那种蛤蜊光一看，那已经是老东西啊。那这上面的釉上面的蛤蜊光的话，那是因为这个釉调色的时候，它含有氧化铅。氧化铅在潮湿的环境里面，大概3年5年就会呈现这种像蛤蜊光这种5彩这种颜色。其实这种不叫，因为这个不能用这个来判断它是老件啊。那这只能是它是一种有矿物的氧化铅在上面，在潮热环境里面摆个几年。台湾的话大概摆个1、2年就有了，大陆可能摆个10年8年啊，比较潮湿的环境摆具有这种刚才上面。那如果是现代的化学料的话，会不会出现化学料不会出现这种对化学料就不会七彩光？对，不会出现这七彩光。那这一件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我看过故宫有一对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能说100%几乎一样的东西，它有一对。那我这个也是一对，因为太重了，再拿一件过来。我看过故宫，它真的是有几乎一样的东西。它曾经登在哪一期的文物月刊里面，对，它也特别介绍这个素三彩。这个黑彩就出现在这个康熙开始出现，康熙、雍正其实都有当然康熙是它的代表性那这是叫做黑彩，跟墨彩是不大一样的。这个器型属于半水平的，比较像半水平，但是比较稍微偏大一点偏粗一点它这个素材就是花鸟，在清朝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素材，而且清末非常多的这个素材。我一看我的感觉，这个东西如果以我来断这个东西，我会断是在清末。但是蔡先生他是非常有把握，这个是康熙本朝的东西。那么我只是注意到它的这些色料矿物料的这个成分的仿射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老的东西，这是很确定。它整个画工整个胎体都是很完整。刚才这个郭医生说这个看起来是不像是康熙的，反而是像这个清末的，那我给他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这东
东西先看这个款，这是红款。红款在康熙来讲是属于吉庆的时候用的。对，刚才是祭祀的时候，黑色这红款是属于那种吉庆的时候用的。刚才讲到这个白釉上面蛤蜊光有没有？我看着隐隐约有点蛤蜊光，我不晓得你这看不看到？我现在隐隐约看的是有白釉上面有点蛤蜊光，有点。快要形成了，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我下次看雍正的时候，有个比较明显的蛤蜊光可以给你们看这个当初跟学生讲之后，学生看不出来，结果拿到清朝那个雍正的时候，比较明显看出来。再看这个他们就才慢慢领悟到什么叫蛤蜊光。那这一件事除了底款以外，器型以外，它的风格由于这个鸟民国是仿不出来这种我们讲做这种感觉的风格，而且它的山石最主要哪一点？绿彩。这绿彩是属于那种在康熙、雍正的时候，这种五彩面的绿彩，像翡翠一样的这种色感，在民国这些乾隆以后就仿不出来了，调不出这种颜色，烧不出这种颜色出来。虽然是用同样的矿物，烧不出这种颜色出来，我们讲这色感的这种翠绿色的，到了清末就变成这种叫墨绿色的，比较带暗一点的，没那么颜色那么鲜艳。刚讲到这个矾红，这个矾红来讲，它是属于不会有光泽的，因为它是属于对它有光泽是用油去用胶去调的，那这个是用水去调的，就是用氧化铁煅烧，再磨成粉末状，加水沉淀多久？可能沉淀10年、8年甚至20年。沉淀越久的话，它的粉末重的话就比较粗，沉淀最下面。那拿出来以后就取最上面那个是最精细的，然后烧出来的烧出比较鲜艳的红色。如果说沉淀下面烧的红色就没那么纯了这一件它的不管它的风格来讲它的画风，还有它整个器型，还有题款，还有它的发色的釉色，它都是康熙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我认为是没疑问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鸡缸杯这一件呢，以漂亮来讲，或者工或者什么，我有给它很高的评价，我认为不输成化，但是因为成化太出名了。所以后面你再黄，你都不可能名声盖过它。我是用这样来解释那么还有这个，我的一个感觉，这个稍微好像比成化的稍微偏厚一点点，厚胎一点。对，一般在看这个成化的东西最后的辨识都是看到它这个款。大明成化，孙银洲的那个口诀大家都是只要懂瓷器，大家都会朗朗上口。那以我的档次，我是觉得这些个字也已经写得不错了成化的字。蔡先生认为这个字还是差很多，这是专家的看法。刚才讲到这个胎比成化的厚这不是鉴定成化的一个标准，因为成化也有稍微厚胎的，差在哪里呢？最难拉的这个口修这个边，成化的这个像刀子一样，但它不会割手，虽然这利非常的利，这个只有成化拉得出来，后面的朝代不管是康熙、雍正、乾隆都拉不出来。因为拉的会毛边，成化为什么拉得出来？可能是胎的问题，它胎土的配方的问题。因为你修的最细的话，它会崩角所以它没法修得很薄。整个成化的这个边口非常的就是很薄，所以这一点很难去仿到成化。如果你真的讲手上有看过成化的鸡缸杯的话，这个口是仿不出来的这一点。那这个当然是达不到成化的要求了这个稍微就是厚了一点这个修边缘的没有修到成化那么细那么利了那看这个款虽然是有成化的味道，但是它这个框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说里面字这个框来讲太直角了，成化的框不会是那么直角的。对，它有这个直角，它有这个这个双圈框这个徽章双方框啦，双方框对，徽章直角这个是确实是有不一样的。一讲就知道了。对。不然字的话我看不出来字也是不大一样的它字比较有点。你看哪一个字比较不对？你稍微解说一下。明也不对明吗？画也不对年也不对最主要是明跟大都不一样。大字小谓的尖圆，大字尖圆头飞高对不对？而且它这个它已经顶到这个框了。像大明成化年制这个6个字不会顶到框的它有空间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款一看就不是成化的款有时候我们这些介绍的这些东西，观众都希望知道大概这个值多少钱。我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收藏家啦，收藏家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很喜欢知道多少钱的，因为他看你这东看了半天，他当然希望就大概是多少钱。这一点以后我们加强，好不好？那么加强，因为我们是比较，我很强调讲话要有所本，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要有所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从以前的拍卖的图录、各方面图录，有时候要照出来。这个东西跟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接近。你看看我给你这个图录，这几年前的时候在哪一个拍卖场可能拍出那种价钱啊？以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可能在5、6年前，在香港曾经拍出高价啊，那价钱我们都不讲，可能是历史性的高价，这个不讲。我手上这一件东西，珐琅彩，那它整个这个形态，这个珐琅彩，在中国的珐琅彩来讲，这样的状态应该讲就只有康熙有做这样的碗，那个雍正早期可能有做少量的类似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就是一个康熙珐琅彩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式样。这个康熙皇帝他是一个很进步的人。很接受西方的科技啊，他很进步的人。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康熙会算数，康熙会做度量衡。他的以前那个传教士送给他一整套的那一些量东西的一些东西，包括放大镜望远镜一整套。他是一个很求上进。然后他在洋人的传教士进来的时候，他好像固定1个礼拜都有这些洋人湖北给他教很多的东西，所以他是很求知欲很强。那时候西洋的钟表啦，什么都陆陆续续在跟东西交换，包括那时候所谓的我们讲的那个鼻烟壶，就是拿来细看东西。所以那时候呢，他看到珐琅料，这个色料呈现的效果比原来的中国的彩色烧成的那个样子有不一样。要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比较细腻。那么这一件，因为台北故宫我常常会去看，整个表现呢，非常精美，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东西，非常成功的一个东西。这个色啊，手摸了也不会土，色料的，然后这个底色，这个蓝彩，附着的非常漂亮。康熙是刚才讲到，他很接受新的西洋的文化跟科学技术啊。那早期他看到的是掐丝珐琅，这个所谓的掐丝珐琅在明朝叫景泰蓝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啊，真的是这不管是景泰蓝、掐丝珐琅，这种烧成的在珐琅料烧到这个，不管烧在它有好几种，有烧在金胎叫金胎珐琅，银胎叫银胎珐琅，瓷器上面的才叫做珐琅瓷或瓷胎珐琅。为什么叫景泰蓝？你知道吗？这个铜胎底是蓝色的，在明朝景泰年间大量销到国外去，所以国外认为说这个什么东西，叫景泰年的烧的东西，因为底是蓝色，都称为这种叫景泰蓝，就是铜胎。到清朝才叫掐丝珐琅，这同样的东西。那珐琅烧在重现瓷器上面的最大的缺点，是因为它不能够烧到这个比较弧度太大的瓷器上面，它粘不住，所以说烧在比较弧度比较浅的所以说像碗啊、盘子比较多，烧到瓶子上面的非常少它不容易烧到瓶子上面烧瓶子上面非常少。所以说，你像康熙的珐琅彩里面碗比较多，再就是盘子最少是瓶子最少，因为它弧度比较大。康熙的珐琅碗里面，我故宫的我看过，很漂亮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已经达到那个最漂亮。就是康熙做出来的珐琅碗，我们只要讲康熙，可以说全部都是碗，或者是盘子或者怎么样，其他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瓶子什么根本没有，所以这个已经是当时的工艺技术里面最高档级。看起来像铜胎珐琅，我刚刚才讲，基本上不应该有其他的形状，就是除了碗以外，现在给你长见识了，主要是这件。那么这件呢，就蒜头的头也是非常细致，这件已经是非常成功了，非常成功。以现代的技术，
你现代的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最好的瓷器厂啊，包括他们现在火全部都是煤气窑或者电窑啊，以现在这么进步的技术烧出来，也就是这个档次。我认为我讲的不会太夸张，所以这个东西是已经是非常极致的一个美丽啊，极致的一个完美。色的着色啦，或者是它整个的布着，它整个的搭配，那能就是一句话来说，通常不要说叹为观止，因为它后来就还有很多嘛，雍正也是很漂亮嘛，乾隆更漂亮嘛，最漂亮的东西在创新的是在最后的终点是在乾隆，但是这是已经是这个一句话叫承先启后了，这是非常这个康熙大帝。刚才讲这个瓶子是在康熙里面做珐琅彩是非常稀少的哈，那这个是一所蒜头瓶哈，蒜头瓶流行的时间是在战国春秋战国最流行蒜头瓶，不过那是青铜器蒜头瓶，所以说后面的一直都是其实很多器型都是仿商周的青铜器的器型。那这一件你会发现它的底部跟口都有描金，这是康熙皇帝对这件瓷器非常满意的时候，再加叫表根再加金龟。这个描金是这样，这个描金我插一句话，这个描金是受欧洲的影响，因为欧洲的瓷器，欧洲的很多东西啊，都喜欢有这个金边。所以康熙那时候已经很接受西洋了，已经这样了，他会学习西洋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是这样。不止他，雍正是比较少一点，雍正对外没有接受那么强，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也是有。最强烈是到乾隆啊，他是西洋好的，他全部都在他里面想。啊，那以后我们会再提到这些东西。但是你看康熙的这个时候已经显现就是中西融合的那种，很漂亮的一个。而且这两件都是在宫廷，就是所谓在造办处宫廷里面烧的，不是在景德镇烧的，只是到它的那个素胎是在景德烧好一个白瓷胎，到了宫廷里面再上这个，在小窑里面烘烧出来，因为珐琅温度不高嘛，这是在烧，这种大概烧了2到3次，因为每一种颜色的温度也是800度、500度不一样，像这个金是最后一次，它温度大概就500-600度而已。所以你说就是在北京的烧啊，景德镇不要讲，景德镇素胎到了宫廷，对，在造办处烧，你以这些色料的看法，以你的了解或者判断，大概要烧几次？大概3次吧。可能要烧到3次，对，温度差可能差到100度就不行，所以150度以上就要，所以就是可能有3次的，对，才可能烧出这样的东西。对，还有主要这个黄这个黄是进口的，是说刚才讲到的替黄所以这个是所谓这种黄跟刚才那个梅瓶的黄是不一样，那个铁黄是氧化替发色的，所以这个黄比较那个娇嫩一点。整个东西啊，你给它摸啊，一点都不会，就是我们讲就是什么刺手，一点都。这两件都是红款，它有红料款跟蓝料款2种。这个10二花陈杯在康熙的时候，一般来是喝酒用的，喝酒器。